这是一艘让韩国人自信心爆棚的舰船，自建成后一跃成为韩国海军史上最大的军舰。自此，韩国海军拥有了远洋投送能力。这就是火力军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独岛级两栖攻击舰。首先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艘舰针对的是哪个国家了。没错，就是日本。韩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有领土争端，独岛在日本称之为主岛，两国都宣称自己拥有该岛的主权。自上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韩国海军在9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而在1998年，韩国的宿敌日本下水了一艘在东亚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引起巨大轰动的大鱼级坦克登陆舰。这强烈冲击了当时还和日本有岛屿争端的韩国政府，于是韩国海军在2000到2004年中期防务计划中，将建造大型两栖直升机攻击舰纳入计划，这就是独岛级两栖攻击舰的由来。随后2005年2月23日，日本岛根县议会制定主岛之日法令，宣誓对该岛拥有主权。消息传出后，韩国朝野震惊，并称这是侵犯韩国主权的行为。为了表明韩国捍卫领土的决心，韩国将2005年7月12日下水的新型两栖攻击舰命名为独岛级，而该级的首艘舰自然而然被命名为独岛号。最初，韩国上马两栖攻击舰项目就是为了对标日本海自的大鱼级坦克登陆舰，设计时各项指标都力求完美压制大鱼级，而2005年下水的独岛号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韩国海军在该舰下水时特意强调，此级舰的载运量是大鱼级登陆舰的2倍以上，由此可见韩国人骄傲的心理。在外观上，独岛号拥有类似美国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构型，采用了长方形全通式飞行甲板，舰岛位于右侧舷，并设有可装载登陆载具的舰内坞舱。登陆载具由舰尾的大型闸门进出，不过相较于美国黄蜂级，独岛号的尺寸与吨位明显小得多，舰长200米，宽30米，标准排水量13500吨，满载排水量1.8万吨。同时，为了降低建造成本和复杂度，独岛号的建造采用了部分民用标准、部分军用标准，使该舰的成本控制在一艘宙斯盾驱逐舰相当的水平。舰岛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内倾斜面设计，并且相较于美国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来说，独岛级的舰岛以及塔式桅杆设计也更为简洁，采用倾斜表面，以降低雷达截面积，并尽量减少开口与突出物，隐身性要优于美国黄蜂级。当然，一艘停满直升机的2万吨巨轮谈隐身也不太现实。独岛号的水线面积很大，舰首部位略带弧状，使其具备更好的压浪性，在恶劣海况下能减轻舰体的摇晃。独岛号采用钢制舰体，划分为15个甲板，舰体下部各舱房部位均各自独立，互不相通，以达到战时某部位受损也不影响全舰。为了提高生存性，独岛号在许多重要部位都加装钢制装甲，舰岛前方设有一具19吨级的大型起重机，用来装卸登陆载具与物资。动力方面，独岛号使用的复合燃气涡轮与燃气涡轮系统，配合4台美国通用电气授权的三星集团生产的 LM2500 燃气涡轮机，搭配2套意大利弗朗哥托西变速箱与齿轮组，来驱动双轴5叶片可变距螺旋桨。最大航速可以达到23节，在16节的经济航速下，续航里程达到了8000海里。在运载能力上，独岛号可搭载600至8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舰内坞舱可容纳2艘 LCAC 气垫登陆艇，或者12辆步兵战车，或者10辆主战坦克。长179米、宽31米的飞行甲板设置5个直升机起降点，其中最靠近舰尾的一个起降点净空区面积较大，能够起降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下甲板的机库最多可搭载10架大型运输直升机。独岛号在武器装备上以防御性武器为主，装备了2门荷兰守门员近防系统，分别置于舰首及舰岛末段。另外，在舰岛顶部还有一具美制21联装 MK49 海拉姆短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在舰载电子设备上，独岛号采用了一具法国泰雷兹公司的 Smart L 型地波段远程搜索雷达，同时在主桅杆顶端还布置了一具泰雷兹公司的 MV08 3DC 频中程对空平面搜索雷达。
其性能与同时期欧美各国的两栖攻击舰持平，但是前面提到了该舰为了控制成本，采用了民用船舶的建造标准，其设计上有着很大的缺陷。服役了1年后，韩国人发现，由于雷达安装位置有缺陷，使得雷达扫描工作时，一部分爬行波有时会被舰体直接反射，反射波反馈后，终端也没有修正数据，因此会出现1到2个假目标。扫描特定区域时，甚至会有3到4个假目标。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归根到底还是韩国急于求成，对纸面设计缺乏足够的计算验证，以及大量采用民用技术控制成本所导致。独岛号的服役让韩国海军面对日本海自有了挺起腰板的自信，但日本人压根儿没把韩国当对手。海上自卫队在2009年服役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并在2015年服役26000吨级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看人家日本多低调，将近3万吨能起降 F-35战斗机的准航母，人家叫做驱逐舰。韩国人一看这还了得，于是在2016年开始建造原本因为金融危机而搁置的独岛级的2号舰马罗岛号。该舰在整体大小与吨位上与独岛号基本一致，但时隔这么多年，第2艘舰自然也要更先进才行。独岛号的 Smart L 远程警戒雷达在马罗岛号上更换成了以色列埃尔塔公司的 ELM2248 4阵面相控阵雷达。同样，独岛号上的 MV08 对空对海监视雷达也被韩国航空航天国防公司的 SP550K 3座标对空对海监视雷达所代替。在武器方面，独岛号的守门员近防炮和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被全部更换，取而代之的是2座美制密集阵系统与16单元的 KVLS 垂直发射系统，以及1坑4弹的方式装备韩国自产的 KSAAM 海攻中近程防空导弹。马罗岛号于2021年6月28日正式服役，然而此时的韩国人却没有当初独岛号服役时的兴奋劲儿，毕竟人家日本那边出云级都下水2艘了。虽然马罗岛号专门加固了甲板，但是该舰到目前为止也不能搭载 F-35战斗机，可以说在准航母发展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甩了韩国几十条街了。想要改变落后于日本的现状，韩国海军只能建造真正意义上的航母。于是韩国在2019年公布了建造准航母的计划，直到2021年2月。韩国国防部和国防采购管理局正式批准该计划，并要求可搭载20架 F-35B 战斗机和8架直升机。韩国预计在2033年正式服役。为此，韩国现代重工和大宇造船2大集团分别在2021年的国际海事防务展上展出了各自的航母方案，2种方案均为采用双舰岛设计的常规动力航母。而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自然是无法建造真正的航母。或许韩国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想要一劳永逸地超过日本。当然，韩日之间的军备比赛或许永远也不会停止，但日本是否将韩国作为竞争对手就不一定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们认为韩国能否在军事实力上超越日本？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